大家好，今天9月29号，昨天比特币在18500美金低点，视频是跟朋友们建议不要去做空这个比特币，特别是短线上最近少去猜比特币的多跟空，还是坚定的做多，看波段上涨为主啊。因为这一根上影线有可能就是一个仙人指路，不排除它就类似前面的这一根上影线，第二天有可能会收出一个多方的吞噬。那现在多方吞噬是又出来，那不然今天视频再来讨论一下。昨天在视频结尾的时候有跟大家讲到一个观点，就是新债王现在是在吹风，这一个美国债券他们是在买入，它跟全球风险资产的逻辑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因为它是事关美联储未来加息，或者是不加息，或者是甚至明年是不是要降息，是反应速度最快的一个大宗商品。或者是等一下视频再来跟大家聊一下，比特币目前一样就是有一个上升的趋势，再加上指标双金叉的结构，以及4个小时昨天有提到的那个 MACD， 包括20跟60的成本，现在是又回上来了。所以我的观点还是一样，就是方向看多，包括它的周线，这一周也要去留意一下，会不会走出一个多方的吞噬，那不排除波段，你就尽量给我抱住哦。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YouTube，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NOK 永久返佣20%，或者是新的邮箱注册 OK 跟 Bybit 不用认证。那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价格，昨天在低档的时候，我也是很担心是不是要下去，但是我看到这个现象，这就是一个仙人指路，有可能就类似这一个，现在真的吞出来，而且昨天是有跟大家讲到，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其实早就已经有了一个上升的趋势啊。昨天在低点的时候，我也是很怀疑啊，它真的要下去吗？其实没有到8点收盘的时候，你都不要在这个位置感觉啊，真的主力要再空下去，有可能这就是仙人指路。要看空间低档的位置出这种 K 线，它就是在仙人指路。空间低档的位置，如果是在空间高档的位置出这种 K 线，它就是败下。你可以看一下昨天跟大家讲的这个美债收益率啊，昨天视频已经跟大家讲了嘛，在高档的位置连续流星掉人线，这上面掉死了多少了？而且昨天已经跟大家讲了，就这一个新债王刚拉克，他已经是在给全市场吹风，他们已经是在买入这一个美债。有时候单靠一方的力量是不可能拉起这整个美债的。全球的央行都有在买这个美债，所以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啊，已经有人在吹风，那你要思考一下，人家也是对整个空间的理解，机会是跌出来的，风险是涨出来的。美元涨到那么高的高位，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么高的一个高位，你看周线也行啊，就上面前面几次的这一个高点或者是这个高点连起来，有可能会不会去120，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个高点跟这个高点跟这个高点连起来，其实是非常接近，就是114啊。而且我们也知道，14年的时候，当时美元指数涨成这样的时候，比特币是一直跌到14年低点。那现在美元指数涨到这么高的位置，比特币有可能是不是就是因为空间是不是机会就是已经跌出来的？那我们再观察一下短线吧，短线再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已经是双金叉了。双金叉呢，我们再留意一下这一个 KD 指标，现在是这个白色的这个 K 值已经来到50了。50，我们下一步要去留意一下，它趋势在的话，只要慢慢的上去，这一个低值也将来到50。50上方会走成一个波段啊，也是不排除，因为前面的几次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因为它这个指标来到50上方，就这个黄色的，在50上方。整个波段就这样子走出来，还有前面的几个位置也是一样，比如说去年的7月份，当时从这个位置就来到50上方，那它就是一个波段，死叉都是买点啊，你不要去管它死叉有可能都是买点，只要它没有破50，破50整理完以后会再回到50上方，所以目前的位置就类似，有可能就类似这个位置啊，指标双金叉的结构。或者是这个位置指标双金叉的结果，当时这个位置是在去年的大陆那边的国庆节啊，包括昨天有跟大家提到4个小时，当时是有跟大家讲，你尽量去观察一下，如果能回到这个位置，布林线的中轨，有可能就说明
这上面是一个陷阱，这下面是再一个陷阱，但是陷阱它方向是往上看的，因为这上面很多人是觉得是一个陷阱，这边在陷阱，就类似前几次也是有双陷阱的结构啊，不知道在哪个位置啊，好像是在这个位置吧，这个位置就双陷阱嘛。目前就是这样子嘛，主力是非常的坏啊。昨天也是有跟大家提到，这个高点的位置，它 MACD 指标是柱状放的最大的一次，它并没有形成背离啊，所以不排除这个就是在仙人指路，只要没背离，那下去有可能这个位置就是陷阱，它不一定会再破这个区间的低点啊。那现在上来的话，短期我们就观察一下。昨天也是跟大家讲的，其实布林线早就已经走好了，它再下去有可能就是机会。那现在重新回到这个布林线中轨上方整理到位，你就观察一下它会不会再突破。那另外我们再来观察一下这一个日线的 WR， 现在已经是回到这一个80下方，这一次我们就观察它们能不能就类似那个 KD 回到50下方。那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周线这一次能不能走出一个大波段，就事关这一个黄色的这一个 WR 能不能给我回到80下方，因为它在这一个非常弱势的区间80上方已经是有接近10几周了，所以我的观点是这一次看这个环线能不能穿过80下方，有可能真的会开启一个波段。那另外裸 K 这一周如果能收在前面一周的这根下跌的上方，那这一个周线要出一个多方的吞噬，既然在低档的位置出多方的吞噬，多方抵抗的 K 线啊，反正方向就是往上去看啊。那另外我们再给大家聊一下这一个美国债券跟全球风险资产的一个逻辑关系啊。因为机会是跌出来的，风险是涨出来的，其实风险资产都一样，只是这一个大宗商品它对美联储加息跟不加息反应是速度最快的一个商品啊。记得是在2020年3月份的时候，美联储就有开始预期未来要加息，那现在债券已经都跌了不知道1年或者是2年了，在空间这么低的位置，其实新债王它在吹风，也是向全市场透露，有可能这个位置就是估值非常低的一个位置。因为债券的估值以前是有计算过，股票的估值我是一直有在算，但是债券的估值是非常难算啊。我要跟大家讲，它最大的一个原理就是利率，如果是3%的一个利率，未来利率要加到4%，那债券如果是100块的价格，它原先发行的利率是在2%，那它跟新发行的那个债券就抵不过新发行的债券，有可能必须要至少3%的利率才可以发出来啊。那原先100块利率是在2%的一个债券，它的价格就必须要跌100块，比如说跌到99。那如果再加息呢，加到10%，那100块原先是2%的一个利率，它有可能就要跌到98%。反正大致的一个逻辑关系就是这样。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